一条价值上千元的海鳗被渔民从海里钓了上来，渔民却把鳗鱼剁成肉块做成诱饵，整个排钩上挂满了鱼肉。用鳗鱼肉不仅能钓上来鲨鱼，而且还有海鳗和各种海鲜。渔民为了出海钓鱼，事先准备好诱饵。这条不要钱的海鳗是他们从海里钓上来的。作为带头的大哥，小帅事先将海鳗一分为二。这样的一条海鳗在国内价值就要上千，而他们却把它当成诱饵，可见他们的海洋鱼类资源确实非同一般。海鳗的肉质口感非常的好，质地非常的细腻，口感也非常的嫩滑。为了能将排钩上挂满鱼肉，必须将海鳗切割成更多的肉块。这把82年的菜刀切起鱼肉来也非常的费劲，最后还是被小帅切成许多肉块，还仔细的清点了一下有多少块，以便更合适的挂在鱼钩上。最后鳗鱼的尾巴也要剁成肉块，紧接着第二条鳗鱼也要派上用场，将剁好的鳗鱼肉全部挂到排钩上，每个鱼钩上都要挂上一块鱼肉。这么大一块鱼肉看起来有点浪费，而这些正是他们在海里钓上来的鳗鱼，不要钱的自然会大方一点。海鳗来源于大海，最终还是回归了大海。这些用绳子串联在一起的排钩是菲律宾渔民最常见的一种海钓，也被称为延绳钓。每增加一个鱼钩，就为他们增加了上鱼的几率。靠海吃海的渔民想出各种办法，在海里获得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。很快，鳗鱼肉就挂满了整个排钩。现在要准备出海进行放钓，前方还有一艘渔船也打算出海。船只看起来非常简陋，但水深的探测仪必须有。从显示器可以看出，这里的水深大约110米左右。将串好鱼肉的排钩拉到船头，同时还要准备好3、4个巨大的浮漂。随后一边开船一边将排钩抛入海里。开船是为了防止排钩堆叠在一起，同时也防止绳索纠缠。绳索的前端也会绑上一块巨大的石头，让所有的排钩沉入海底。从仪表可以知道，这里的水深大约在125米左右。每隔一段距离都会挂上一块巨大的浮漂作为标记，渔民会一直将所有的排钩抛入海里。行驶的过程中还要将绳索紧绷起来，以防止绳索纠缠打结。这种延绳钓是将鱼钩按一定的距离串联在一起，按顺序将绳索和排钩抛入海里。鱼钩会在不同区域内引诱各类鱼货上钩，将排钩抛入海里也要2个人进行分工合作，只有这样才能快速且顺利地将所有延绳钓抛入海底。控制船只行驶速度也会有人进行操控，他们每次出海下钓至少也要3个人才能完成任务。经过40分钟的放钓，才把绳子上面所有的鱼钩放完。在末端绑上一块巨大的石头后，上方再绑上一个浮漂作为标记。等待了10个钟头后，他们重新回到海里寻找放置的岸钓，通过白色浮漂很快锁定放置延绳钓的区域。将浮漂拉上来后，就可以按顺序收回排钩。收排钩之前，事先把石头收上来，紧接着就顺着排钩将绳索收了上来。第一个排钩竟然空钩了。收回绳索的过程中，一道身影映入眼帘，拉上来后原来是一条小鲨鱼。鲨鱼已经失去了活力，可能是上钩后不断的挣扎导致的，只能继续收回绳索。这种延绳钓不是每个排钩都会有鱼上钩，这些都是靠运气的。随着绳索的收回，又一条鲨鱼被拖了上来，只好解开鱼钩放回到船舱内。随着绳索不断的收回，水下的一道身影慢慢的浮出水面，原来是一条尖嘴鲨。这条尖嘴鲨还是活的，只好解开鱼钩把它放回到大海。解开鱼钩后，尖嘴鲨瞬间潜回到海底，接着拖上来的又是一条小鲨鱼。可能海底下方正是鲨鱼的老巢，连续上货竟然都是鲨鱼。鲨鱼还是活的，他们只好把它放回到大海。此时鲨鱼也获得了自由，收绳子也是一件体力活，只能轮换进行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他们还在继续收回绳索。最后一块巨大的石头收了上来，就代表已经全部收回绳索。用海鳗肉钓上来的竟然全部都是钓到鲨鱼，只好开车回到岸边。好在昨天晚上收获到了不少的海鲜渔获，才没让他们空手而归。小孩大人们也前来看热闹，因为隔了一天晚上，所有的鱼基本上失去了活力。海鲜渔获的种类还是挺多的，把收获到的海鲜渔获用水冲洗干净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